果今天像陳信妤一樣，我已經跟你感情破裂啦，我已經離婚了，貸款可以不繳嗎？可能老公在婚姻當中可能有出軌啊，或者是冷暴力啊，這個房子也還是拿不回來嗎？夫妻之間最大的風險是，所以各位在考慮贈與的時候，是不是要稍微有一點點心思？下班去你家，我是尚華。最近呢，陳信妤跟趙建明的這個婚姻關係啊，吵的是沸沸揚揚。特別是大家呢，就聽到陳信妤她自己控訴說，在婚姻當中呢，她贈與給趙建明一個6000多萬的診所店面，現在人都已經離婚了，房貸他還在繳。天哪，這也是讓大家會覺得說，難怪他說這是他這輩子錯到想要殺死自己的事情。到底我們如何在婚姻當中保障好自己的財產呢？今天我們也特別邀請到了馬再勤律師來好好教導大家。馬律師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馬律師，我真的是覺得，真的是最近不管是男生女生啊，看到陳信妤這件事情呢，都是會覺得說，真的是人财兩失欸。到底已經不愛了，那為什麼這個贈與的東西還是拿不回來？而且是特別已經說，可能老公在婚姻當中可能有出軌啊，或者是冷暴力啊，那這個房子也還是拿不回來嗎？陳信妤這個案件呢，我們一般來說，夫妻的贈與行為，它是一個法律行為，你只要贈與出去以後呢，除非有特定事件可以反悔。如果你沒有約定好的話，是沒有辦法反悔的。有啊，老公出軌啊。好，如果今天你的贈與行為有附條件，這叫附條件的贈與，擔心老公以後發生什麼情形的話，要拿回來的話，請你在贈與的時候就要跟他簽一個契約，寫說這個東西贈與給你，但是發生下列事件的時候，必須返還給我。要寫一個書面。是，將來用這個東西去告對方說，如果發生這個條件你不給我的話，法院會判你把東西要回來。比如說，我可以寫說不照顧小孩，沒有盡家庭應盡的義務，或者是你不周，好，這些都可以列進去。撤銷贈與的條件越清楚，法官越容易判。不要寫得很 rough。你不愛我了就要拿回來。請問什麼叫愛？你打到法院去，法官說什麼叫愛？對，好，不付生活費是多少錢的生活費？又來了，是0嗎？我付1個月5000，那是不是可以拿回來？所以我告訴各位，在擬這種撤銷契約的條件的時候，盡量請律師幫你擬，不要自己腦袋想一想說加了一些很奇怪的條件在裡面，法院沒有辦法判斷的時候，你官司不見得打得贏。越清楚越好。对，越清楚讓法官越容易判。譬如說你有外遇，很清楚，懂，我有證據證明你有外遇就結束了，就拿回來了。好，這是一個重點。第二個重點是假設，有些人陳信妤拿不回來的第二個後悔的原因，是因為他當時贈與的時候並不知道贈與的財產是不納入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裡面，所以當他發現離婚的時候，雙方夫妻走到盡頭的時候，想要離婚，才發現這個6000萬的房子竟然沒有辦法拿進來分，他就更後悔。對，以前會以為說我們都是婚後財產嘛，照理說是夫妻平分的嘛，對，結果贈與了，我送給你了，就是完全不在這個裡頭。沒錯。如果大家所謂的剩餘財產是夫妻關係存續當中大家努力從外面賺進來的，但是條文有規定，只要是繼承或者是別人贈與的，這個贈與包含夫妻贈與、別人贈與都一樣。你爸爸贈與一棟房子給你，你們結了婚對不對？我贈一棟房子給你，你們要離婚，這個房子可不可以拿出來分？不行，那是我爸爸贈與給我的。同樣的情形，夫妻之間我贈與給你，我們離婚，這間房子可不可以拿出來分？也不行。如果你的概念要搞清楚哈，很多人夫妻之間贈與認為那還是我們夫妻之間的事情啊，跟別人無關。這個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法律概念是錯誤的，所以陳信妤當初可能在法律上的理解有點問題。陳信妤真的是用他自己的人生為大家上了一個血淋淋的教訓的一課哦。可是馬律師，因為現在會很擔心的是，現在在收看的有好多的夫妻哦，他們已經贈與了，而且這個贈與的行為已經完成了，但我們的感情還是好的。那我這時候能不能趕快做一些什麼附加補充的動作，可以保障未來的我的權益？這是個好問題啊。第一個。Hello， 大家好，我是尚華，非常開心大家喜歡下班去你家這個節目。可是團隊告訴我說，其實還有70%的你們還沒有訂閱哦，歡迎大家趕快來訂閱我們風傳媒的頻道，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吧。目前來講，贈與行為已經發生了，雙方還是在和諧的婚姻關係當中。我要告訴各位這位夫妻說，你的這個財產是不屬於剩餘財產的，你必須利用其他的方式。將來發生決裂的時候，把它拿回來。對，第一個就是現在可以申補一些附條件的贈與契約。剛剛我提到了，現在寫都還來得及。去找律師事務所見證，寫一份契約。什麼時候當老公發生什麼事情，這個房子要還給我，補充上去。但是第二點是很多人常用的預告登記。怕他亂花，拿去給別人。這間房子可以在不動產上面設定預告登記。我送給你。
房子是你，對不對？但是有一個預告登記是我的名字，你將來要買賣，要去貸款，要贈與給別人，必須要經過我同意。這是另外一個防堵的方法。至少有多一個簽字，多一個簽字，對。可是馬律師，其實我在這幾天看到一個數字，也讓我蠻驚訝的。內政部他們做統計哦，在2025年的時候呢，全台灣哦夫妻之間呢互相贈與的這個移轉棟數，居然高達了15850棟，這麼多哎，不就是夫妻共有財產嗎？我們幹嘛要送來送去的？好，對，我先澄清一件事情哈，夫妻之間共有財產，但是只要發生贈與，那個財產就不是共有財產啊，這個很清楚。但是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要贈與？對，我們通常律師事務所在辦這種事情的時候，突然發現有4種狀況。第一個狀況是什麼？犯錯的一方我犯錯了，我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但是我為了挽回這個婚姻，我就補償你，我的誠意，把我最貴的、最有價值的東西贈與給你，告訴你我以後不會再犯。對，這是常常會發生的狀況。第二個部分是秀恩愛。真的恩愛我因為結婚幾週年，我買一個房子給你。第三個也是最多的，第三個是高風險職業，比如博弈嗎？不是，我所謂的高風險包含公司負責人因為你有的時候不是為自己，是為公司去做擔保。那公司的狀況你不真正的100%掌控，萬一出什麼事情，我名下的房子連帶賠進去，我小孩子沒地方住老婆小孩沒地方住，我就會過戶贈與給太太。讓名下的資產降低，免得我有一天發生狀況的時候，什麼都沒了。可是這樣子，如果公司真的發生狀況，債權人他們不會就是逃到太太這邊不會。我所謂這個贈與在之前還沒發生的時候就開始做了。這些不動產移轉之處都是在還沒有發生債權的時候就開始做了，他們都會事前的規劃。像有些還有做保的我剛才說當公司負責人做保的，還有一些要入獄的。將來要被去關的，以後可能不在台灣的，要遠赴大陸或者在國外工作，不容易處理資產的部分，都會直接贈與給太太。各位了解夫妻贈與這件事情，現在我們看因為離婚的是不好的，但是其實80%-90%都是好的，因為夫妻之間沒有增值稅，快速移轉可以讓夫妻在和諧的狀態之下，盡量保留家族資產。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制度聰明的一個運用的方式。對，聰明運用。那你如果今天告訴我說我今天最後悔就是把房子归给他，其實他不是後悔這件事，他是後悔嫁錯人。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東西，好不好？不要把好的制度因為某一些例外的事情，把它拼成它是壞制度。對，那其實當然有些人是為了節稅嘛，對，比如說那土增稅，有些人是土增稅，但是我覺得的確是有，但是這種例子不多。你房子很多間，那土增稅一人一生用一次，對自用住宅稅率，那你一間我一間，夫妻頂多2間用完了，以後就沒有這個用途了。所以還是有人會做這個動作，但是我按照台灣規定，還是要過戶過去，你要自住6年以上才能使用。所以這個部分基本上還是有人在用。不過馬律師，照你剛剛這麼說其實呢，這樣全台灣夫妻之間互相贈與的人這麼多，那有沒有一些風險是大家真的一定要特別注意的？夫妻之間最大的風險是以後離婚了。我剛剛強調一點。以後離婚的話，這是最大的風險。所以各位在考慮贈與的時候，是不是要稍微有一點點心思，認為有一天萬一怎麼樣的時候，但是其實你有這個心眼，其實也無能為力了。就像我剛剛提到那幾個風險，那是當下你都解決不了，你還會解決我們以後怎麼樣？從不懷疑真心，但真心瞬息萬變。對，我只能這樣講。贈與的風險，你唯一能夠控制就是寫一份協議書。那份協議書就是，如果發生我心裡面可能這樣子的話，就要如何回來，這個是可以的。但是夫妻之間是一個很微妙的感情關係，寫得太明了，感情會不會變？你說那種犯錯條款，我外遇然後給你，那個可以盡量寫，努力寫，大方寫。我要是寫那個高風險行業的，老婆就心裡面犯嘀咕，那現在是怎麼樣？你要控制風險，就是寫一份契約書，什麼信息可以要回来，這是最重要的但是能不能說服太太去簽？或者說服先生簽，你自己去努力。但是第二個問題是說，贈與的風險是，如果上面有貸款，像陳星雲這個案件，如果有貸款的話，他是會找去貸款那個生貸人，不會因為房子過給你，貸款就歸你，你去跟銀行說不好意思，銀行先生，銀行我的房子贈與給他了，而且我以後貸款找他，以後貸款找他可以嗎？銀行說先生不好意思，我找你就是你。但是有一個風險是，萬一你房子過戶給太太，與你當時跟銀行簽貸的條件已經變更了，當初是你的名下嘛，所以他在授信的條件已經變更了，將來，借款到期，或者是你要增貸，銀行就會重新評估，
他認為說你等於是拿別人的房子來跟我借錢啊。對，那單靠你全身上下沒什麼東西，想跟我借這個錢，我說請你太太出來做擔保。所以馬律師照你這樣說的話哦，就是呢，如果呢贈與方他幫對方繳這個房貸，他也不會有一個贈與的額度的上限。但如果今天像陳信宇一樣，我已經跟你感情破裂啦，我已經離婚了，那我這個貸款可以不繳嗎？會產生銀行貸款的問題，不在於夫妻之間，是在於銀行認定的問題。銀行是對你不對他，我當初會貸給你是認為你太太沒有清償能力，所以我才貸給你。你們今天要分手，分手以後呢，你要對我負責，對銀行負責，所以你拒繳貸款，銀行還是按照正常程序拍賣，就是拍賣房子。好，房子有設定抵押嘛，拍賣，拍賣不夠就跟你求償。哦，除非就像你講，如果你有做保，先生有來做保或者太太來做保，兩個一起求償。所以他這樣拍賣掉的話，拍賣完了那個錢，趙建銘拿走。對，結果呢，這個剩下要繳的錢，陳信宇要繼續繳。對，如果拍不夠，陳信宇要去繳；拍夠多出來，趙建銘拿走。他現在騎虎難下，繳也不是，不繳也不是，不繳，因為如果你傷害他的信用，因為你曾經拒繳過銀行貸款，以後不容易貸。然後拍賣完的結果，你又拿不到任何1毛錢，然後全部給趙建銘拿走。然後，但是問題又來，我現在每天繳，每個月繳，每個繳有點凌遲，你知道？對啊。然後慢慢繳的錢都是流向趙建銘那邊，所以他會非常的焦慮。這個原因在這邊。可是馬律師他們現在已經不是夫妻了，我還一直在幫他繳貸款，然後繳的這個金額已經超過了1年的贈與額的話，那是不是還要再繳那個贈與稅？因為不是夫妻關係了。不對，現在有一個問題在，你當初繳貸款是因為你跟銀行借錢，你是還銀行錢哦，不是贈與給他哦。對，因為前面的贈與行為已經發生了，你現在是還銀行貸款。哇，這一切是跟人沒關係，個人債務。我個人債務，你欠銀行錢還銀行錢，怎麼會說我還銀行的錢是贈與給你呢？不是這樣子，你當初的贈與行為已經在夫妻關係存續當中已經完成了，現在是你還銀行貸款，包含你當初贈與整棟房子，你包含這個還貸款中間要負責任。天哪，所以不能夠用這個部分。但是我認為，通常夫妻之間對於這種唯一不動產還有一絲絲的信念，就是我要願意繼續繳的原因，是因為他還是孩子的爸。對，萬一他走了，誰繼承？這個還是3個孩子，他們3個孩子嘛。對，3個孩子會繼承，我會認為還是留在趙家裡邊，還是我的小孩繼承這個房子。這個跟我當初把這6000萬的房子給3個小孩，跟6000萬給趙建銘其實是一樣的。這不好說，搞不好趙建銘對，就像你講的，他當初有這個樣子的假設跟理想，所以慢慢在繳錢，他心甘情願。可是當第三者出現的時候，他的想法就不一樣。有沒有可能這個房子被別人最後割韭菜割走了？所以基本上他的焦慮是來自這個。但是馬律師照你這樣說啊，我覺得呢，在贈與的方面，雖然它是非常的方便，但是你還是會擔心未來有一些沒有保障的時候。那夫妻之間為什麼不要直接用買賣的？而且我甚至我房子買賣給你的話，我還可以故意把它的那個實價登錄炒高一點。本來1800萬的房子，我們2個左手換右手，我賣給你2600啊。好，我剛剛提到了國稅局對於夫妻，我剛剛說夫妻之間移轉，夫妻之間不課贈與稅。對，土地不動產移轉也沒有增值稅。目的就是盡量的讓夫妻能夠保障家族資產，這是國稅局放寬的一個限制。但是呢，夫妻之間如果想要做真正的買賣，做實價登錄的時候，國稅局也不會認可這樣的一個實價登錄，因為我們之間的財產移轉是沒有任何稅負的規定，所以你做多高，明天可以再做回去啊。我今天贈與給你，明天再把錢移回來，所以你們那個實價登錄，夫妻之間實價登錄他不會認可。夫妻之間的買賣一律視同贈與。不管你作價做多高，他都不會去認定這個是真正的實價登錄的金額。沒有想到全世界最親的人就是夫妻啊，被視為同一個人，是不是？對，因為你們2個是同一個人，很可能我們會作價啊。因為他是知道第一個不容易，第一個太親的關係，實價登錄很可能作假。第二個，你們之間的金流是可以互相流動的，我根本無從查核。我們通常做假買賣是不是要做金流？對。那金流其實不好做，我不認識的人匯一筆錢給你，我怕你還回不拿回來。夫妻我怕什麼？我今天會1億給你，明天會1億回來給我就好了。這很奇怪你看，你跟你爸爸媽媽之間都可以買賣，你夫妻之間比夫妻更不能，爸媽還親。因為子女之間還有一個24的規定，超過24，我還會課贈與稅。夫妻之間什麼都沒有，國稅局絕對不會認可夫妻之間買賣的實價登錄金額。
前面呢也有一個新聞啊，我自己看了也覺得非常有感，因為呢股市最熱嘛，然後有很多的爸爸媽媽呢可能會送股票給孩子。那前陣就有一個新聞是，有一位老翁，他在過去呢200多塊的台積電就一直慢慢的在存，慢慢的在買，後來在走的時候呢，總共累積了18張的台積電，而且那時候台積電的股價已經衝到2500哦。可是馬律師，為什麼你就認為哦股票是最麻煩的遺產？因為股票的變動非常高，變動非常的高，繼承的時間又非常久，所以你必須忍受它的長期變化。舉個例子，像國巨最高1200，結果辦完繼承6個月哦，好變500塊，按照1200的價值來繳遺產稅。哦，是按照那位死亡身故的當中的價格，當時的市價，當時的成交價。哦，那你等你拿到股票的時候，說我們辦遺產登記，是不是過幾個月？甚至還有兄弟姐妹吵架，不是分割遺產訴訟，不願意辦繼承登記，官司打了3年，才分割。那3年以後不知道某隻股票價格到哪裡去了，對不對？那這個風險就開始大家要承擔了。所以局勢上面，如果股票變動非常大的時候，就會產生不確定性。哦，尤其是向下跌的時候，將來小孩子拿到的東西，搞不好要繳遺產稅的都超過都不夠。但當然你會告訴我，也有一個情形是，死的時候一直往上衝，那當然沒話說。對呀。我們拿到的錢絕對可以繳遺產稅。所以基本上面，我認為股票它的複雜程度是在於它的波動太高的話，你在繼承的時候有一些風險。哦，那當然也是有一些爸爸媽媽可能在很多不同的證券戶開戶，到時候呢，在最後子女要去處理的時候，也要跑比較多不一樣的這個銀行，這點但是甜蜜的負擔啦，還能接受。但是借名登記的爭議，就是有一些爸爸媽媽可能會只用單某一個子女的名字來買賣股票。這個東西因為直系血親之間用賬戶去買賣股票這件事情，或者用他的賬戶來爸爸操盤，這件事情都不會寫契約的，好不好？不會跟兒子寫契約，不會跟小孩寫契約，這是借名登記，就是直接拿來用，行之有年，可能10幾年、20年都是這樣用，因為沒有契約，將來有一天產生什麼爭議？第一個，孩子不孝的時候，孩子不孝，爸媽說，我用你的賬戶存了好幾千萬買股票，你既然對我不孝，我要主張那個是借名登記，這是我的錢啊，对，这是我的還給我。但是就像我講的，直系血親遵循主張，因為沒有簽借名登記契約，到底當時這幾年來是贈與還是借名登記？法官通常會認定是贈與。馬律師，那如果爸爸媽媽有提供金流呢？是從我賬戶匯出去的？贈與，你跟小孩子之間有2種情況嘛，借名登記跟贈與嘛。對。你憑什麼認為小孩子不孝順的時候就是借名登記，孝順的時候就是贈與？法官常常會罵這些老人家，你們平常不寫契約。小孩子乖的時候呢，就說是贈與，都不找我麻煩，都不來打官司了。小孩子不孝的時候就來就要請我來主持公道，說我當初是借名登記啊，小孩子不乖啊。我說我是在幫你教小孩嗎？很多法官氣在心裡面是，我每天告你們家務事就好了。你有種就簽個字。這是第一種狀況。第二種狀況是媽媽死掉以後，兄弟姐妹不爽，眼紅了，發現弟弟竟然台積電股票好幾張。但是他的名字啊，這不是媽媽的財產，我們1毛錢都分不到。我就分兄弟姐妹就跳出來證明，那個是借名登記。對，這個財產要回到媽媽的遺產上面，我們要分成幾份，這就是另外一個時機，2個時機會發生。那可能討得回來嗎？很難，也討不回來。很難。我說子女之間，父母跟子女之間，唯一容易討得回來是寫白紙黑字，不然法官很容易認定你是贈與。因為這麼輕。一定認定是贈與，難怪你說股票是最麻煩的遺產。那倘若真的就是因為現在全民在炒股嘛，那真的發生了有股票要繼承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怎麼處理比較好？父母親如果要想把股票給小孩的話，最好在生前就做，生前就用他們的賬戶操作股票。對，我走了以後也沒有這些問題了，就公平啦。我覺得對，覺得公平，一人一個賬戶這樣子去操作，也沒有什麼公，就是類似慢慢贈與給他們。而不要留在自己名下操作很多股票，然後一結束以後就那個波動性很大的話就很麻煩。或是生前就已經先把股票變現，对，變現直接給他們，後續的這些問題。沒錯。今天非常謝謝馬律師哦，剛剛呢也是告訴我們了很多，不管你是在婚姻當中的關係，或者是跟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贈與哦，都希望呢大家能夠做一個好好的處理。再次謝謝馬律師，謝謝，下次再會，拜拜。拜拜。